春寒信雨入烟庭，小院无人草渐青。暮影绰绰桥上过，东田一片映云平。都有它的一段它的那种历史和它的一些演化。那么实际上，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这个山水画为什么有它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这个山水画好像我们就对着自然山水我们就可以画画那么简单。所以早期因为中国文化思想进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诗歌的进入，使得我们的山水画就不是风景画。小时候在西北生活，来到了杭州。我的一个伯父呢，他在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做老师，他经常会带我到学校去看看。那个时候呢，觉得那么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殿堂啊，那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艺术能够抓住我的内心，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了。那么笔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拿着这个笔，啊，随便拉一根线，是吧？这根线它就不是随便的一根线，没有这种意，那个用笔就没味道了。我1977年高中毕业以后啊，一直没有一个机会工作，只能打临时工。我就觉得人生怎么是只能在这个状态了？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是不是要改变它？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小说《蜡烛的烛》。当时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内心对前途非常渺茫，但是呢又不甘，啊，又想对未来充满的一种向往，啊，能希望留住那么一柱烛火，啊，让自己有一丝希望。其实我学画的时候也是非常坎坷的。那么正好，杭州在77、7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西湖业余美术学校招生。我一看我很激动，我就去报名就去考了。结果现场考的时候我不怎么会画画，根本就没有考上。我就挺着急，我就想学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当时就跟他们负责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老师就跟他沟通，我说我能不能真的给我补报一下。他后来想了想，你那么好学嘛，就让你进来。从小我比较喜欢文学，比较喜欢诗歌，所以对山水画的理解啊，就可能相对比较快一点。自己再加上比较用功吧，所以花了几个月以后，发现我进步挺快的，自己都能看到。有一天我在太行山，早上起来郭亮那个地方，突然看到这个初阳打在这个山壁上，哎呀，感觉特别特别好。当时一激动，后来我就画了这张画。这种对大自然的这样那种对应，是因为有情感而发。你说我平时关门关在家里，我画不出这样的山来，不是简单的造型，就是它那种凌厉的那种感受，就是很想发散的那种力量。那么考上美院以后，我的整个人生就变成了从事艺术这个行当了，对我人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契机。
本科刚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画过一批青绿山水，然后到了90年代初，开始又画水墨，但是表现出来的这个画面呢，又有一点不完全像我们传统山水画那样。比如说以我的那个《秋期嶙峋》这幅作品，作为一个标识。接着呢，我又用这个很淡的水墨画去表现了这个黄土地，因为黄土地它是块面的比较多，它皴法相对少，所以说我就用淡墨的块面去表现。而且我小时候在西北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对那份土地是有热爱的。突然有一天，我的研究生导师童中涛先生看了我那些很淡的画的时候，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你当心画的淡而无味。”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去画那些和自己不着边际的，毕竟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离自己也久远了，所以我就背着画板在西湖边上去画水墨写生了。画着，自己就感情就对应上了。哎呀，觉得原来我生活的环境是这么之美，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去表现。越画越上瘾，然后画了杭州，画苏州，画了苏州，画扬州。就是不停地在江南那一带画水乡啊什么的，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很成熟，但是呢，它是我的在那个时候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正因为那些作品，使得我慢慢的我的艺术风格逐步形成了。怎么样去把你的情感和思想在画面里面又画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写生，这个实际上是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种画风延续了10多年，到了北京以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我在2007年、08年的时候做了一次个展，叫《山水逍遥》。那个时候呢，对于我来讲，我有这个逍遥的一个意识。那我人生何不也让自己逍遥呢？以前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北方画家那么喜欢用色彩去表现，到了北京来以后我才明白了，北方这个地方，春天是绿的。夏天啊是更加的浓绿、茂盛的。到了秋天，落叶了，枯枝比较多。那一到了冬天，甚至还有雪。它一年四季不同，它色彩肯定是变化。所以呢，我也被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所感动。我也开始尝试用色彩。
一开始用色彩在画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你画的不好，没有以前画的好。换的别人肯定不想再画下去了，还是画以前的吧。你又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有自己风格的画家，你要改变，人家会不认你的。那么你要纠结，你要选择。我后来依然放弃了那种功利思想，我要在艺术上要探索，我还是从我的本性出发。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就尝试色彩。从一开始确实画得很糟糕，到后来慢慢有点体会，到今天自己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艺术人生，因为每一幅创作都有它的生命存在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在里头。久住尘嚣俗病多，低头不觉已成驼。正身虚借重阳日，破险登高上玉娥。那么山水画它讲究意境，意境实际上是从诗歌语言里面转接到山水画里面来的。在每一个节气，我都会写一首诗或者画一张画，实际上也是我不断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体验过程吧。池边处处灯新草，偶见楚园溪水来。已是梅黄逢日雨，书田亦作稻秧栽。然后我们就想到是芒种，正好是我们的插秧种农作物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书也应该这样勤奋就像种田一样，所以画了这么一幅画，写了这么一首诗。有一次，我在外面写生，在一个古村落一个废墟里面捡到一个砚台，我就在想，那么偏远的山村，他们还那么追求文化，追求读书，用瓷砚去研磨，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化是那么的有味道，但是你看都是在我们古老乡村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要用我手中的画笔一个去记录把它能够留住那样的一种记忆。我呢还是比较喜欢我们的自然山水。自然山水和我们古代的这种村落的文明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化不仅是要从书本上要呈现，我们还得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呈现出来。所以呢，我就想用手中的画笔赶快去拯救这些行将逝去的村落文明。那我每次出去写生我都会去寻找那些有没有古村落的地方，我去画这些东西。
考你们一个问题啊，这是干什么用的，知道吗？是拴马。对，过去拴骡子、拴驴、拴马用的，是吧？所以这就说应该去触碰我们的这个先人们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食物的感觉是最深刻的，是吧？当你触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近些年，我一直对这些古村落进行探访、进行写生、进行再创作，实际上是带着一种复杂的一个心境。比如说，一方面很热爱这些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有看到这些地方有的被破坏，有的就是慢慢消失掉，心情也是很难受的。但是在画这幅作品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很愉悦的心情的。就寨子虽然是一个老寨，但是呢，他们生活的那个精神面貌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所以我通过这幅作品，要把它这个老寨和新韵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把它表现出来。我们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从乡村走来的。作为我们画画的人来说，用自己手中的画笔能把它记录下来，留存在我们的这个纸面上，至少后人可以看到曾经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一个美的一个诗意的居住。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2次，所以我就想，在这个开春之际吧，树叶还没有长满的时候，我想画一下这个村落。平时写生用颜色用的相对还多一点，今天用的相对少一点，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不是色彩特别明丽的时候。我的山水画的特点是不断的在变化，说每幅作品我都赋予它生命。当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去解读大自然的时候，因为地域的不同，因为文化的不同，因为你所观的这样的一个物象的不同，它就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所以说，在我不同时期，即便包括写生和创作，我都会使我的作品具有它独立性，具有它应有的个性。这个我觉得是我每一分每一秒生命存在的样子。我的梦想其实就是能够把我所学的这种传统文化，所学的这个中国山水画，这样一个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够传下去。是具名利以自分而济湖美之美，这是一种美的行为吗？你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辈们就是对美就有一个，除了视觉感官美之外，他对人的内心精神层面，这种道德高度它是有要求。我们现在可能也面临着如何去传递美，因为我们都是从事画画的，我们到底给社会、给国家给什么东西？我们社会在发展，人的观念在进步，这个时代在推演。宋元是2个山水画的高峰，我们现在都是仰望，所以我们既要有高峰意识，同时呢，我们要脚踏实地，要看到自己低洼处的脚下，我们要往前走。尽管现在还没有高峰，它都是由我们每一个画家去铺垫的。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实际上就是做铺垫石。我宁可做铺垫石，让大家能够一步步往前走。在这个时代，大家做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事情。